婚礼作为人类文明共有的仪式，却因地域与文化差异绽放出千姿百态的色彩。在许多传统中，婚礼是家族联姻与吉祥的象征。例如在越南，女人在新婚夜除了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还要感谢前任，所以把自己的初夜献给前任，以向新郎展现对婚姻的忠诚。与之相对的，印度的婚礼则是一场色彩与宗教的盛宴，除了有持续数日的庆典，也有为了把自己命中带有的克夫消解，将自己先嫁给代表神明的大树，又或是尼泊尔结婚先喝洗脚水等奇葩的礼仪。这些神秘的婚俗到底是过于迂腐的传统，还是真心的祝愿？本期我们将带您走进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8大婚俗，了解每个地方最独特又最神秘的生活。在中国，我们崇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即便曾受一丝微薄的恩惠，日后也必当以100倍的深情来回报。然而，在越南，谢恩的传统却有着别样的诠释。在人们的印象中，越南是个家庭观念浓厚、较为保守的一个国家，其传统的性别文化要求女性在婚前保持贞洁，对男人忠贞。对多数越南人来说，新式的自由恋爱思想也是难以接受的，但其婚姻却奇特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在越南北部的一些蛮族部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婚俗，初夜谢恩。这意味着在新郎新娘的婚礼当晚，新娘需要与她的前任同床共枕，让旧情人先行享受初夜的特权，以此作为对恩情的回报。根据这一部落的传统，每位新娘在结婚前通常都会有一段过往情感经历，一旦确定了与某人的婚姻关系，便需与之前的情人彻底断绝联系，而断绝联系的方式便是在新婚之夜主动去找前任，以同床共枕的方式表达谢意。此后，新娘需全心全意忠于自己的丈夫，与前男友彻底断绝关系。这种婚俗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毕竟在大部分人看来，婚姻应该是忠诚且专一的，而这样的习俗似乎在婚姻之初就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像这样的传统风俗还真是少见。这就好比现男友和前任，不仅不认为这是一顶巨大的绿帽，不忌讳两人相见，还要在新婚夜将新娘亲手奉给前任。想必世界各地都没有这样的风俗吧？虽然这种习俗在逐渐废除，但这或许也是越南姑娘希望嫁给中国男士的原因之一吧。回到中国，与之相近的云南有着一个神秘的未识别民族，这个民族叫易车族，它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人口数量不多，大概也就2万人左右，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红河县大洋街乡。易车人的独特在于他的文化，这里的女人有着被誉为是最性感女人的说法，一来是因为衣着打扮，二来是对婚恋的习俗。易车族的女人服饰很有特点，头戴洁白的发巾，上身是龟式服，左胸被遮盖得严实，而右胸却若隐若显，裤子是靛青色的扭裆裤，裤脚达到了大腿根部，几乎露出了整个修长的腿部。这种大胆而开放的服饰在很多少数民族中并不多见，而正是这样大胆且不掩饰的穿衣习惯，造就了易车人不同的婚恋习俗。易车族男女之间找情人可以一女多男，或是一男多女，甚至只要没生孩子，也是可以结交婚外恋情。夫妻双方除固定的日子会生活在一起，其他的夜晚要是跟别的情人在一起也是可以的。这种开放的程度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在每年的2月初4，易车族有个盛大的节日叫养阿纳，也叫姑娘节。传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4个为爱纵身跳下悬崖的4位姑娘。在这个悲剧发生以后，易车族的人们觉得不能再干涉姑娘和小伙的婚姻了，特别是姑娘，更应该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为了告诫后人，于是把每年的农历2月初4定为姑娘节，表示尊重妇女和尊重婚姻自由，也就有了易车人最狂热而原始的爱情盛会。在易车族人的观念中，爱情是不能掺杂任何的占有和嫉妒的，而姑娘节也成了易车族繁衍后代的重要途径。
每年插秧结束之后，这个古老而盛大的节日就会如期举行。节日当天，姑娘们穿着盛装，带上她们心爱的三弦琴来到山上。他们会找到一处空地围坐在一起，周围绕绿树丛荫，鲜花怒放，露出的洁白大腿显得格外迷人。当三弦琴的弦乐响起，便会吸引来成群结队的小伙子们。这样相聚的场合，男女青年们会用各种方式试探和挑逗对方，比如小伙子会拿起一颗松毛尖，悄悄地轻抚在姑娘的脸上，假若姑娘含笑回应，那就表明同样也心仪对方。若是遇上小伙用歌声求爱，姑娘若是喜欢，也可以把头上戴着的白帽子揭下来送给男方，说明愿意以身相许。一旦定下情来，男方就会大胆直白地赠送自己的房门钥匙，以表达愿意与姑娘同宿同栖的想法。当然，不要以为这样的爱情表达是一对一的，有可能小伙已经送出去了很多把房门钥匙，同样的，姑娘也有可能拿到了好几把房门钥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一车族，一车女子一生是可以出嫁很多次的，而且父母们也会因得到更多的彩礼而感到高兴。甚至有很多的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父母为她们定好了娃娃亲，若是解除婚约再嫁的话，她们又可以轻易地得到一份彩礼。所以这里也流传着姑娘越嫁越有钱的奇特习俗。如今为了顺应现代的发展，也为了让这个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会因时间的长河流失掉，在政府的组织下，这个地方建起了旅游景点。这个民族保留下古老养阿那姑娘节，只是原本的习俗变成了旅游景区的表演。如今越来越商业化以后，会不会渐渐就少了原汁原味？印度作为一个各类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对于神明和生命有着非同寻常的信仰。印度人信奉星象学，有一个词叫芒格里克，这是一个印地语词汇，是星象学的术语，特指人的出生时刻受火星的影响，从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命格。这样的人也被称为芒格里克。据说，拥有这种命格的人一生会遇到诸多不顺，尤其是他们的婚姻会因为特殊命格受到影响，主要是对配偶的健康不利。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芒格里克命格的人容易克夫或克妻。根据印度传统，要化解有好几种办法。一是找到一个同是芒格里克命格的人结婚，相当于负负的正，反而会相安无事。再就是有些人的芒格里克程度比较轻，过了一定年龄其恶劣影响力就会消失，对他们而言，解决方法就是晚婚。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办法就是最神奇的树婚，即先与一棵树结婚，化解掉命格中带来的煞气，然后在与人正常婚配的时候就可保配偶安然无恙了。之所以与树结婚，也与印度教的多神崇拜相关。印度教相信世界上有亿万神灵，世间万物，包括树木都可以是神的化身，而且在印度不同的邦，神树的品种也略有不同。比如在安德拉邦，人们认为无花果树是毗湿奴神的化身，而苦楝树是毗湿奴的妻子拉克西米女神的化身。当地人还会为无花果树和苦楝树举行婚礼。而在各邦人与树结婚的案例中，比较常见的结婚对象是菩提树和香蕉树。印度人普遍相信这两种树上住着神灵。举行树婚时，程序也是严格按照人类的婚礼进行。人们会将树盛装打扮，给树披红挂绿，树身上绕上红线，点上吉祥纸。新人会在观礼众人的见证下，绕着树行走7圈，就算礼成。正常的婚礼上，一对新人要共同围绕火堆行走7圈，这是印度传统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以证明新婚夫妇受到神灵的接受和护佑。这方面，印度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曾获环球小姐桂冠，有印度第一美女之称的知名女演员艾希瓦亚·雷。她在嫁给人类丈夫之前，一共进行了3次与非人类的婚姻。据印度媒体报道，艾希瓦亚先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3个地方。她先是在班加罗尔嫁给了一棵香蕉树，然后到圣城瓦拉纳西与一棵菩提树举行了婚礼，随后又来到有大神罗摩诞生地之称的阿约提亚圣城，
与一尊神像完婚，嫁了3次以后，第4次才与自己真正的丈夫举行了婚礼。传统婚俗讲究的是一个大大的和字，夫妻双方和美，夫妻和双方父母和睦，交杯酒，拜天地，这些传统风俗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婚礼大多和和气气。而肯尼亚的马赛族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肯尼亚南部和坦桑尼亚北部的草原地带，有着一些非常人般的特征和行为。他们有一个大大的耳垂和耳洞，那是他们独特的象征之一。孩子通常在出生之后就会被打上耳洞，随着年龄的增加，耳朵上饰品也会逐渐增多，耳洞自然而然就被拉大了。应该很多人都在网上见过他们部落女性夸张的耳洞照片。由于他们常年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一直是一夫多妻制，历史上也形成了一些奇怪的礼仪，比如朝人吐口水是他们打招呼和表示祝福的一种方式。在婚礼上，新娘不仅需要剃掉头发，在头上涂抹羊油，吐口水这一习俗也一直是传统压轴大戏。只有新娘的父亲朝向新娘的胸口吐上口水以示祝福之后，新郎新娘的婚礼才算是圆满完成。之后，新娘会带着新婚丈夫离开，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回头，否则她会变成一块石头。吐痰是马赛人的一项重要仪式，表达了最大的尊重。向长者也会通过向新生儿吐口水来祝福他们。除了吐口水，而马赛人其他的婚礼习俗也极富冒险和刺激，被称为掠夺之约。未婚男女在举行婚礼之前，双方必须通过一场偷牛比赛来证明男方是否足够勇猛和能干。比赛的规则是，未婚男子需要从附近族群的村落中偷走一头母牛，而女方则要想办法从男方所在部落中偷走一头公牛。只有双方都成功，才被视为完成比赛，配得上一对璧人。这场看似刺激的比赛意义重大。马赛人视牛为最宝贵的财富，能够顺利偷得对方的牛，就证明了双方足够勇敢机智，足以抵御外来的威胁，而且也展现了男女双方对于对方家人和族群的尊重。而同一个地方的斯瓦西里族就不同了，相比起马赛族粗犷且不羁的习俗，斯瓦西里族显得更内敛。这也是因为斯瓦西里族规矩森严，男婚女嫁自然就得父母包办，即便双方已经定了亲，结婚之前也不能任意来往，只有洞房花烛夜才能互相看见。可见这个民族非常重视结婚之前的一些繁文缛节。尤其不能含糊的是，出嫁前几天，新娘的处子之身必须接受一连串的专业处理，所有项目当然只为把新娘打扮得妩媚动人，甚至更性感。首先，除头发之外，身体各部位的体毛全部刮得干干净净。随后，在新娘身上大面积按摩，等放松肌肉，毛孔张开，便涂抹可可油和取自檀香木的香水。接着处理细节，比如将手指、脚趾在指甲花汁液中泡一泡，使身体每个部位都香艳可人。最后，再由新娘的女眷或者闺蜜在前胸、后背、腰肢、大腿等处精心描绘鲜艳细密的花纹。拾掇完身体还不算，结婚那天，新娘身边还带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当地人称为了索莫。索莫一般是个老娘们儿，既是过来人便见多识广，专门传授新娘美容之道。最关键的是耳提面命教给新娘取悦丈夫的诀窍。为了使新娘显得更美，双方的感觉也更热烈，迎陌会把业务延伸到人家婚床上。新婚之夜，这位热情的老太太愣是潜伏在新郎新娘枕头底下，这很像中国北方的老民俗听房。他们藏在洞房以外隐蔽的地方，屏气凝神地倾听新人每一点微妙的动静。一旦听到特殊声响，尤其是零星的爱抚和甜言蜜语，第二天这些细节便被不断加工，越来越戏剧化。随后三香五礼，满街争颂。可是中国人听房是玩，而肯尼亚的索莫却在正儿八经的干活。他必须竖起耳朵，小心翼翼地听着，假如小夫妻碰到什么陌生的房中术，便仰起脸来指点几句。
如此现场办公也怪难为他们的。新人忙活一宿，老太太也不得消停，看来为了孩子们幸福也是不容易啊。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北邻中国西藏并接壤印度，喜马拉雅山也成为了中国与尼泊尔的天然国界。世界10大高峰有8个在尼泊尔境内。在尼泊尔国内民族众多，个人习俗也是奇异独特。在尼泊尔国人的心中，婚姻是上天给人类的恩惠，结了婚的女儿必须要点上一颗朱砂，如果丈夫早亡妻子的朱砂也会点上黄粉。在尼泊尔国内，女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出嫁时女方不仅要赔上大笔的彩礼，还有一个令中国人特别难以理解的习俗，结婚当天女方的父亲要以岳父的身份为新郎洗脚，洗完后将洗脚水倒在女儿的水中，并且告诉女儿从此与自己再无关系，并把她交托给她的丈夫。最后牧师将符水浇灌在他们手上，完成仪式。尼泊尔人举办婚礼一般是在大院内搭起一个大彩棚，这种彩棚被称为婚礼华盖，是对新婚夫妻共建新家的象征。要知道在中国，岳父给女婿洗脚，大家会破口大骂女婿不孝，可在尼泊尔当地却是家家户户结婚必做的事情，是不是感觉有些不敢相信？这个仪式是尼泊尔族传统婚礼中一个非常重要且公开的环节，通常在新娘家中进行。婚礼开始时，新娘的父母会端来一盆水，为新郎和新娘洗脚，以是为他们洗去尘埃，净化身心，并祝福他们开启洁净的新生活。洗脚完成后，新郎和新娘会被要求喝一小口刚才用来洗脚的清水。请注意，这里的水是干净的，只是象征性的用于洗脚，这是整个仪式的核心。夫妻双方喝下为对方洗脚的水，象征着对彼此极致的谦卑、无条件的爱和完全的奉献。它传达的信息是：我愿意为你做最卑微的事，甚至喝下为你洗脚的水。这个行为不是单向的，而是夫妻双方共同进行。它强调了在婚姻中，两人是平等的伴侣，需要共同承担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甘甜还是苦涩。对于不了解其文化背景的外人来说，这个习俗可能看起来难以理解，甚至有些不雅，但在尼泊尔的文化中，这是神圣和高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在城市或受现代观念影响的尼泊尔家庭可能会简化或省略这个环节，但在传统社区中，它依然被严格的执行。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而开始打造气质与美丽的自己。特别是女孩子们，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以瘦为美，在他们看来，一胖回所有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毛病。很多男孩子追求异性的第一关注点也一定是身材。那么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有这么一个国家恰恰相反，那就是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而这里的伊泊人至今保留着催肥代价的传统。这个位于非洲西北部的一个面积 103.07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在这个国土内生活中430万民众，因其 75% 的国土都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里，也被称之为沙漠共和国。在这个年轻小国中，流传着这么一个古老的观念：女孩子以肥胖为美，越胖的女孩子越容易出嫁。因为在早些年，毛里塔尼亚的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家庭非常之多，能解决温饱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吃胖吃肥的基本少数，因此胖乎乎的女孩子被看作富贵的象征，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以胖为美的思想观念。适婚少女会被关进密室，每天吃下至少5公斤淀粉类食物，母亲们会用棕榈酒混合花生酱制作特制餐点，有些家庭甚至会请专业营养师调配食谱。这种持续数月的增肥集训能让少女体重暴涨40斤以上，待嫁期间还要学习用棕榈叶编织婴儿背带，用粘土制作陶罐等技能。婚礼当天要当众展示烹饪才艺，要是把饭做糊了就可能被新郎家退货。而且很多成年男子都比较愿意娶肥胖的女孩子为妻，很多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强行安排增肥计划，吃一些高营养、高蛋白的食物，甚至一些激素都被添加在饭菜中。更为夸张的是，
在很多农村都设有一些女子肥胖学校，骆驼奶、羊奶、牛奶成为他们的一日三餐，也因此很多人身体受不了，最终患上各种肥胖疾病，甚至很多女孩子因此而丢掉生命。而苏格兰也有着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习俗。苏格兰人是苏格兰当地的土著民族，为西欧英国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苏格兰人主要分布在大不列颠岛北部。苏格兰人在结婚前，新娘会惨遭朋友毒手，浑身上下被涂满变质牛奶、死鱼、腐败的食物，甚至是沥青和羽毛，随后还会被绑在树上喝上一夜的酒，这叫涂黑仪式。浑身涂满柏油再沾上羽毛，谁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呢？对苏格兰的婚俗，如今更是发展到连新郎都一块涂黑。总的来说，绝对是任何东西都能用。能用来涂黑新人的东西，除了柏油、羽毛，还有枕头填充物、糖浆、泥土、腐烂的食物、酸腐的牛奶、面粉、寿司，反正只要你能想到的、能找到的东西都可以往新人身上涂。可以说苏格兰人看透了生活的本质，这也是今天介绍的众多婚礼风俗中最让新人崩溃的一个。在苏格兰，为了获得好运，避免恶魔侵袭，人们想出了这样的习俗，这是为了让妻子好好体验一下婚后的痛苦生活，因为这种做法会让妻子明白，如果你能忍受到这样的做法，那么婚后什么都可以忍受了。这也是为了祈求新郎在今后婚姻中的好运气。新娘的告别单身聚会也是在新婚前夜举行，在游行的过程中往往还伴随着叮当响的铁锅、罐子以及铃铛和哨子的声音，这样是为了驱赶恶灵。新娘往往会被她的朋友用气球和彩带打扮起来，并浑身涂上面粉和煤灰，在大街上游行一周。有一些已经不复存在多年的传统习俗是更有趣的。新郎新娘们会将他们的苏格兰格子呢的披肩撕开，然后拴在一起，象征两个家族的结合。苏格兰人的婚礼习俗随着历史的变迁也经历了诸多变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